無意中找到這張我小時候坐在老爸的張林嘴上拍的照片，當時應該是這款第一代的本田70，然後就是這個顏色。剛好那天路過隔壁老王這，發現也有一台，於是我就突發奇想，打算重新復刻當年那台出來。哎，沒想到這台也是80年代的產物。隔壁老王得知我有這個想法，二話沒說，直接讓我拉走。以我的性格，一定說幹就幹。然而這台車已經爛成這樣，顧客記錄肯定會困難重重。有很多路人經過的會說，這麼爛的車還要返新，花的錢都夠買輛新的了。他們不知道情懷是無價的，只為了經典重現。到時候你要給我的兒子在同一地方拍同一張照片，想想都興奮。開幹！隔壁老王這台車估計已經塵封很久，而且是放在戶外，很多地方爛的爛，鏽的鏽，看着頭皮發毛。看發動機上的油泥厚度，它上前不知道多久沒有洗澡，常年绿月下來，油泥堆積成山，這樣就會導致後期的清洗工作變得十分困難。這個槓桿位置被人焊住，看看能不能把焊点磨掉了。算了，開始切掉了。這樣暴力拆車，真的很擔心後期的配件能不能找到。挖快看，車架已經變成老鼠窩了。這麼說，線路畢竟凶多吉少。雖說線路是我的強項，但是整組重編也是十分頭痛呢。老爸說當年經常開車帶我去兜風，但是那時候我還小，你記憶很模糊，而且當時想拍張照片也不是那麼容易，所以現在只能靠这唯一的照片來回味。老爸得知我在翻新這台車，還特意大老遠的跑過來看，他也是超級期待出來後的效果。發現一樣有趣的東西，為什麼這裡會有一堆草呢？方向柱螺絲已經嚴重鏽蝕，唯有觸動這雷神之錘，依然沒辦法敲動。算了，還是切割機伺候了。這個方向柱決定不能要了。花了9牛2虎之力，終於拆完了。現在開始修復這30多年的老機器。先把外表的油泥清洗一遍。好惡心。真的頭皮發麻。普通的水槍對它根本起不了作用，只能用這高壓水槍來清洗。花了1個上午的時間，煥然一新。可以拆機了，先把這個陳年的機油放掉。挖掀開缸蓋，瞬間一股不可描述的味道撲鼻而來。看到裡面像巧克力一樣，肯定是隔壁老王長時間不換機油導致的。看這積碳太厲害了，都成顆粒狀了。預料之中，氣缸已經報廢了。看到這劃痕嗎？這噴的情感哦。當時開這種車的人，大多數都不注重保養，儘管這樣，發動機依然這麼耐用，確實牛。看看這巧克力發動機，這2個螺絲弄砸了，是不是傳說中的華斯神器？拉倒吧，還得看出來。不得不說，這發動機太難拆了，拆来4缸機比它還容易。整整搞了1天，終於拆完。這邊蓋子幾次破了，先把它修復一下。效果看着還行。找了很長時間，終於把所有配件全部湊齊，然後又花了3天3夜，終於把這些巧克力洗白了。正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，
因為之前沒有接觸過這種發動機，所以在安裝的時候遇到了不少困難，警告了很多老師傅，才能把問題逐一解決。修復這台發動機的難度以及花的時間和馬力，遠超乎了我的預料。這個過程中，我其實也想過放棄，這麼費錢費力何必呢？但是我想到修復成功後，附近那十箱滿意的笑容，我又堅持下來了。我想，這就是我心中那一絲無形的信念，在去世五一路前行。15個不眠夜終於修復完成，想必他很久沒有嘗過好東西的味道了。老哥喝好點吧。順利啟動。一切運行正常，之前的付出果然沒有白費。先把這經典的名牌取下來備用。這台車車況相信大家已經有目共睹了，簡直是一番都塞黝黑。很多動作我都必須小心翼翼，一旦弄壞了，很可能就找不到了。看看這車架，還得用最直接粗暴的方法來對付它。像這些拐彎抹角的地方，得使上這小轉轉。就這樣半天時間，像這些小部件全部用噴砂技術。不要眨眼了，給大家變個魔術。噔噔噔噔，經典小油箱。在沒有色板的情況下，全憑感覺調配當年老爸那台的配色。就是這個味。前前後後共計40多天，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準備就緒，終於可以進入組裝環節。在這個 moment 呢，心情真的激動萬分。作為一名機車改裝師，我是超級享受這種從無到有的感覺，特別是整車完成後的那種成就感，真的無法形容。所以有很多人問我，花那麼多精力和金錢來整這台爛柴，有意義嗎？我想說，意義之大無法言喻。新到每一顆螺絲就是我的宗旨。先生把這份意義去送給我摯愛的人。30多年時光匆匆，願我的寶貝永遠健康快樂。